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经历过借钱，不管是别人借钱还是你借别人钱，我们写借条一定要认真写，这几个字要写错了，很有可能就会吃亏。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现在的生活中，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被借钱的经历，或者是借别人钱。但是借钱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写借条，只有打了借条，我们才放心把钱借出去。但是打借条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了，这几个字千万不要写错。首先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借还是借到。借条中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很多人会无意或者是故意将这两个字弄混。很多朋友觉得借和借到是一个意思，其实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是两个意思，一种是自己今天借到多少钱，另一种是借出多少钱。所以说这种有两个意思的语句自然是不会受到法院承认的。所以我们在写借条的时候，这个字不要再弄错了，不要单写一个借，一定要写借到。所以为了防止这笔钱产生争执，我们可以提前把借条写得规范一点，在借条上一定要写今借到哦。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还字，这个还可是一个多音字，它还是还，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，还是有不小的学问。它的读音还和还这个意义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举个例如还款5万元，如果读成还时，说明还有5万元欠款没有还，但是如果读还，则已经还了这5万的债务。所以在不能一次性还欠款的情况下，一定不要写还欠款，而要写成已还欠款。别看只加了一个字，但是到关键时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在日后我们写借条的时候，一定要认真规范的去写，最好将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也要复印一份。另外在这里再分享大家一下，别人愿意借钱是一种信任，千万不要辜负了朋友这一份心意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写借条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。现在每个家庭呀都会有很多的家用电器，但是大家要注意了，以下3种家用电器是非常耗电的，不使用的时候最好将它关闭了，否则你的电费层层往上涨。那是哪3种家用电器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，机顶盒。很多人家呀机顶盒是常年开着，一开电视就能用，是非常方便，但是没想到它还是非常耗电的。每天用遥控器看似关闭了它，实际上它仍在待机的状态，在这个阶段耗电量不亚于开机时的耗电量。所以说我们在不使用这个机顶盒的时候，一定要将它关闭了，拔掉插头。因为有很多的上班族呀，每天上班根本不在家使用电视，所以这样耗电导致我们电费呀会很贵。第二就是热水器。说到热水器啊，是我们生活中一年四季都需要用到的，无论洗澡、洗手还是洗碗筷都是用到。为了使用便捷，很多朋友家呀热水器是一直插着，这样一来肯定会大大增加耗电量。而且热水器是循环加热的，一旦温度降低了，它就会自动加热，这样耗电量也会很大。所以我们在不使用热水器的时候将它关闭了，使用的时候再插上，这样会省下不少的电量哦。第三就是电饭煲。说到电饭煲，我们是每天都在使用，但是不少朋友不知道电饭煲的耗电量是非常大。那么我们如何使用电饭煲能省电呢？第一就是清洁。电饭煲底部啊有个导热板，一定要认真的清洁，清洁不到位就会导致耗电。第二，我们在使用电饭煲的时候，保温这个状态呀我们可以关掉。当米饭和粥啊都煮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毛巾放在这个电饭煲上面，起到保温的作用，这样就不用保温的功能，可以省下不少的电费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省电的小技巧大家有所了解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。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，就是天气一热呀，家里的卫生间总会飞出小飞虫。这种小飞虫如果不处理的话，是越来越多。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这样处理后小飞虫统统消失，
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夏天的时候，家里就会出现一种黑色的小虫子，特别是在家里的卫生间出现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在哪里出来的。其实呀，它是在这个下水道地漏里爬出来的。那么如何消灭小飞虫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非常简单。首先准备一碗清水，加上花露水，再准备风油精，我们滴上些。准备好这个溶液之后，我们再准备一样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热水。烧一壶热水，我们先倒入地漏，这样可以有效的杀灭小飞虫的虫卵，也可以有效驱赶小飞虫。热水倒完之后，我们立马准备我们调制的这个水，倒在地漏里。风油精和花露水呀，都有很强的驱蚊效果，也可以有效的杀灭蚊虫。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塑料袋，装上清水，将它堵在地漏上面，静置一晚。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，也可以准备杀虫喷雾，将杀虫喷雾再喷一喷，连续2次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，小飞虫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建议大家卫生间要常通风，以免滋生细菌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解决小飞虫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？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呢，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闪姐。一到这个季节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穿风衣，但是这个风衣腰带呀是非常长，很多朋友都不会打结。今天分享大家3种风衣打结的方法，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种腰带打结技法，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蝴蝶结。首先上面搭在下面这条，从上面穿过来，稍微整理一下，在这里重要的看手法，全程慢动作哦，一看就会。对折一下，从这个中间孔洞穿过来，再轻轻一拉，这样一个甜美的蝴蝶结就完成了。第二，单蝴蝶结法，这个方法男女通用，同样我们交叉从上面穿过来，之后整理一下，上面这条我们缠绕半圈，之后从中间孔洞穿过来，稍微整理一下，这个单蝴蝶结就完成了，非常简单，男女通用技法哦。第3种单结法，也是男女通用方法，同样我们交叉之后从上方穿过来，稍微整理一下，上面这一条我们缠绕一下，之后对折穿过来，稍微整理一下，这个单结法就完成了，也是男女通用技法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这个风衣腰带打结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？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人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